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阿罗拉最后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可以看到这次的阿罗拉的话，它是带的什么？带的是炉灯，搭配帽子，然后再做一件续航装备。阿罗拉的话，前期伤害有，但没有后期那么厉害啊。我感觉现在法师都是后期厉害，就没有前期很强势的那种法师。Q 到了，拉回来。这前期阿罗拉的 Q 一定要放准一些，不一定要穿冰，但一定要打到别人，打到别人以后找个角度拉回来的时候，对不对？他回来的路径上有敌。就是有小兵的话，一样是可以造成伤害的。所以 Q 技能要放准一些。QE Q 接 A， 好像是 A 了一下。这里二技能不要着急做，不要着急出，是吧？先让 Q 技能学到2级先。哦，是 QE 哦，不是 EQ 哦。Q 的命中率得提高一下哈。打断对方了，往回拉。我的话，其实伤害应该是够，有点燃，闪现，对方也知道你要来，还发表情，我去，对面很装。这里过来打一套，阿罗拉这英雄呢，其实还算是比较简单的阿罗拉。这里瑞兹怎么回事啊？这么久还没上线。其实到了后期瑞兹虽然说瑞兹现在也是后期英雄，但是阿罗拉的爆发是比他好打的。QE 大招飞过来，上点燃，收掉人头。好了，这下装逼过头了。来，我们看一下作者如何用别人的音乐来度过这个尴尬期。那刚刚还在塔下那种找着表情包是吧？阿罗拉其实
没那么好打流浪的。前期流浪只要学 E 技能去拼血消耗，其实很好，很容易的。只要躲掉，就是位移躲掉那个阿罗拉的 Q 就是走位，说不是位移啊，就是走位躲掉阿罗拉的 Q 是蛮好打的。只不过对面不怎么会打。到后期阿罗拉的后期，说实话是很容易打出那个爆发伤害，因为他那个三环伤害真的很高，而且利用大招的话，可以有很好的那个操作空间。这里大招反向走，像大招碰到对方的话是会有减速效果那些的，而且也会造成一个伤害。如果大招起手的话，一定要留2技能去躲对方技能。就比如说摸完大招以后，涂到人家脸上以后，要开 W 去躲一躲，也可以。这样的话，像对面打野的话，应该是这里面有个点哈，就是有种应该算是打野差距了，因为皇子算是功能性打野，跟那种是那个会玩的那个狗头来说的话哈，狗头是那个皇子是打不过狗头的，不是狗熊，说错了。哎我天，我感觉刚吃完东西，然后在这里做解说的话。是不是碳水吃的太多了，头有点昏昏的？有大招，只要打到一套消耗的话，等下一套直接大招给盖过去都可以。这里的话，狗熊的经济并不是很好啊，反倒这种情况下就帮他吃一下小的野怪，不然他没那个时间去刷整套野。如果你家打野很会玩，然后也会抓人，也能就是说刷野也很快的话，你就不要去碰他的野去，除非他在反野。这里大招过来，先秒掉这个，但对方交闪了。哦，这里的话皇子过来应该是跑不掉了。闪现是不是撞墙了？哦，没有，是前面交了。对面皇子是提前做了魔抗鞋的。哦，2个人双伤来吃，还行。卢锡安从家里出来，刚刚好，进行一波收割。对面射手的话，可以的。他那波反应速度，如果是个就是小高手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这里的话，说实话，有在吸那个打野的经济啊。毕竟他不能像瑞兹一样大招去灵活的去支援。艾罗拉如果这样子去支援的话，有可能会把自己给搞崩的。这里草里面就有个人，这里大招给错了，不应该给大招的，应该2技能。哦 ，W 隐身，但跑不掉了。
好了，大帽做出来，其实伤害就够了，只要能不犯错的话，能一套伤害给到对面的话就很舒服。这里前面的话算是比较混，但前期的压制效果还是有的，只不过中间有一些操作确实很迷惑。这里可以，如果有 W 技能的话，可以就是说隔墙的时候跳过去，然后找机会。这里看到没有？就这样子潜行到别人身边。QE 的技能都满了，也有2级大招，其实可以开始发力了。大招起手 WE QE 说错了。这边皇子想找这个阿罗拉的位置，留2技能躲掉对方的技能消耗，就且战且退这种。这里找到位置交闪现 QE， 但对方也交了，可以互换闪现，这样是不亏的哈。因为阿罗拉对于闪现的要求没那么高，因为他有大招和2技能，但维鲁斯的话1技能只能躲1次，而且距离拉的不是特别开的。维鲁斯还是比较依赖闪现，就射手的一些英雄确实更依赖一些闪现。这里利用前面的团战拿到这条小大龙，然后这条大龙的话，想要做推进其实没那么好做推进，因为优势不够大。优势不够大的话，第一条小龙只要是拿到都没有太多的，就是你可能让对方是吧人头减员，但如果说想要直接去推进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大招过来，你看这里面一套伤害就是能秒对方，两边都交闪是吧？像卢登搭配这一套的话，确实有种怎么说呢 ？QE 的伤害有点高2技能升级以后，那个潜行时间会变长一些，我感觉好像是哈。我们怎么看2技能的那个技能效果？有时候会懒得去看。那就是了。2级的那个潜行时间会比那个1级的高，1级久一些。这里打一套大招放出来，拉过来另外一边。这里皇子一直在那边蹲，3个方向都有人了，跑不掉。算是1打4，局部的1打4刷一个，换掉了对方。还好，没什么中立资源。
其实队友就觉得拿龙就一定要做推进，其实推进没那么好做的。抱团的话，对方的阵容会更好。阿罗拉正面开团没有，就是这边阿罗拉正面开团的能力没有就是这边阵容没有对面那么舒服。说实话，因为对面有诺手，有皇子这种纯粹的一种功能性突进，然后又能去扛伤害。哦，这里 QE 空了，我发现这里酒后哥玩的有点随意，我是单纯的挺随意的，我觉得从前面我能感觉到一些，但我又不能说啊，是吧？他在随便玩，他能 C， 但从现在开始的话，他不能再死了，再死就得掉，什么都得掉。大龙必须得送完以后，这条大龙的话，肯定是能反推对边的高地的。这条大龙就看谁先掉。这条大龙掉的话，就是掉高地。二技能潜行过来，大招，直接交闪现，大招再飞过来，被对面晕住了。最后平内收掉了辅助的人头。就是酒后哥认真起来的话，就还是挺容易赢的。就他的操作啊，他的基本功是有的，只不过有时候他玩得很随意，就不太好了。皇子在，必须得先杀皇子。手有点短，伤害不好打出去。QE。还是尽量要 Q 起手，我看到。那这局的时间其实有点久。然后这里的话，4件套做出来了，那它的伤害啊，那就不低了的。直接这里的话就是 E 起手接 Q， 就2技能潜行过去。大招起手的嘛 ，W 直接接大招，然后 QE 就找突破点，就3级以后。反正就是点满技能以后的那个，这波就在这里蹲着就行了，是吧？你看没有，这就是阿罗拉到后期的一个，他的伤害真的很容易打出来，直接一个瞬间消失术了。QEQ， 然后这里诺手过来反向，操作有点小极限，但对方这里他选择回家哦，求稳。一波的话好像有点够呛，因为瑞兹的输出还是不差的。这里打一套，其实不用跑的，有那个时光的大招，完全不怕。这个闪现可以省下来一手。哦，远古龙被对面抢了。
那下一波大龙其实没那么好打，必须得拖掉对方的远古龙结束。局势又开始不明朗起来。还是得主动找位置。这里，哎，对方不走这边，逼对面呢去想高地团。对面有远古龙的，其实不好打的。这里还好，狗熊比较厚啊，那个血。换个人的话，可能以为要炸了。哎，这里打一套，把对面的那个打野打残了。还是要利用二技能去找机会。阿罗拉的二技能找机会确实很舒服。哎 ，QE 打一套。QE 的话，基本上能爆发1000多的血量。对面远古龙还没结束呢，但是两边互换人头。团一波就是少个人头是吧？不行，位置太远了。2枪的话，容易直接把人给秒了。哎，这里 QE 接大招，哎，烫死了。可以，这波有点运气成分在上面，我感觉。还好挂上了点燃。这狗熊一个人在那打龙。啊，看到没有？这就是单纯的打野差距。啊，对面打野过来了，放了个旗，哎，打一套，把血量打出来了。这狗熊怕不是人机吧？还好，皇子先死了，下来的诺手再收割掉。这里辅助对面，那这局对面没得赢了啊。那这局的话就到这啦，欢迎大家收看。